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显而易见的爱情就在附近，就在你身边哈。我们今天来帮你找找，在你附近最强烈的能量，爱情能量是哪些？好，让你能够自我探索、自我去寻找。来，这是今天的2张牌，等一下近看的时候，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好，来第一张，好，我们去看图不看字哈。好，第2张。好，那不啰嗦哈，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显而易见的爱情就在你附近哈。我们来直接帮你找找在你附近的那个强大的爱情能量。一般来说，这个题目应该会包含着暗恋哦，或是你吸引到了谁，你吸引到了谁哈。这2个能量，我们来看看。来，好，我们先从核心位置来开始哈。来，第1张哈。那其他的我们先压着哈。然后我们先从核心去翻，这些我们先等等哈。好，核心的位置通常是直接定义你们2个人之间的能量。那他现在的状况是先走向朋友，还是从朋友已经走向更要好，还是不知道，可能立刻就变成爱情，也有可能。我们来看他走向到哪哈。哦，圣杯，其实这是一张，如果要讲爱情的话，它是一张非常强大的、浪漫的爱情牌哈。那它已经定义了你们2个的爱情，已经稳稳的往要在一起的方向走了。只不过这张牌，在我的翻开它的第一直觉所得到的那个惊讶里面，我获得的讯息是你们还没有认识。还在，这个我要小小心心的确定一下哈，因为我有感受到一些接近哈，有他往你这边走来靠近的能量，但是我不确定的是，这是一份熟悉里的探望，好奇心里的靠近，还是他正随机的、随意的走入一个看似熟悉却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要遇见你？我觉得这有3条不同的路线在成长中哈。那你看我拿了，就表示我已经准备要翻了。来，我来看4张牌，来看它这里的定义如何哈。好，等我一下。从这里，我先说哈，我觉得你们还没有认识，我觉得还没有，因为这里有一个寻找的能量还蛮强的，而且它蛮符合我认为他正在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可是他正在得到蛮多的讯息，在提醒着他，他能适应这里，他能熟悉这里，这里只是一个被定义成未曾踏入的领域空间，但是里面所有的一切东西他都很熟悉。那我会觉得，他这一个方向是在暗示着你们2个的相遇啊，哈，你们2个的相遇会有一种一见如故吗？哦，坦白说，就是你们2个遇见的时候，不会觉得有那么觉得相似，或是这么不熟悉，就有一种非常非常常说的，就是这是一个好像
应该要早早遇见的人啦，会有这个走向，好，会有这一个走向。那而且很奇妙的是，你们在一开始遇见的时候，我这样子说，是因为我突然觉得你们好像已经认识了，可是也就是刚开始，就是刚认识，所以在他那边的定义，好像才刚以你为主来说，就是一个新的空间、新的领域。刚刚说的新的空间、新的领域，并不一定只是说它是一个地，它是一个环境。我觉得他可能这里在说的是遇见你之后，在他的人生里，就是有一个新的空间、新的境界在打开，所以他正在熟悉。然后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有一条路是看起来陌生，其实却有熟悉的那个概念。你这边就给他这个，因为他这里有一个很持续燃烧的火能量，在他内心慢慢的燃烧起来，产生了某种，你知道，它就是生火，它要有材料嘛。那它这边有在慢慢的燃烧起他想要去获得、想要去接近的那种动力了哈。然后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他附近有很多能量都在帮着他，好像这个环境里，无论是他认识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让他好像制造了蛮多机会跟你遇见，跟你有还不错的相处频率，这样。所以我才说，今天这题1号牌的朋友，他有一种在你附近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爱情哦。主要是这个人应该他没有离你很远，他已经时常在你附近出现了，也有一起出去过，你们甚至有谈心过，有聊天过，有谈心过。只是我们要回到圣杯骑士这个端点跟这个核心，为何一开始就这样？有一个界限有点模糊，他在确定，你们正要进入新的关系，进入恋爱关系吗？还是现在他对于你的爱恋才刚开始从内心里澎湃起来？那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先剔除。我觉得他不太像是准备要起来，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起来，内在那个喜欢在慢慢起来哈。这边一直有跟我讲一个线索是，你们在一些零碎的相处里面，旁边有一些其他人的杂音，有朋友的聊天或什么的那个相处里面，你们有越来越靠近，哈。好。一开始翻开圣杯骑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牌，对于爱情来讲，它也有一种勇往直前啦哈。当这份爱情被某一方确定是想要的，而不是可行的，是想要得到的，那应该它确实是会促成你们是成为一对，或是开始交往的方向往前走，会有这个方向。那我们就简单的依循这里的2张骑士牌所带来的行动力啦，似乎也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就是他已经要往那里发展了。这样，那从第1张，我们先简单的定义，它其实就是你已经认识的朋友在附近了，只是这个内在的新情愫刚起来，然后他的周遭会有他的朋友，跟他在闲聊起爱情的时候，他突然对于爱情的渴望和那一个开窍的瞬间会出来。他以前应该没有像接下来这么渴望爱情哦，因为这边有一个被开
启发的连结啦。所以在这一个时刻，我觉得某些他对于你的喜欢、好感的感受就被激起来了。所谓的激起来，就像你拿一个大石头往池塘里丢的那个不通回来的那个火花，那个激起来的感觉。那颗石头，那一个掉下去的东西，就是他刚开始接受到这一个讯息。什么讯息？我好像喜欢这个人的这个讯息。然后他丢了一颗石头在他心底原本平静的池塘。然后石头丢下去的时候要沉一阵子，沉一阵子之后才会有那个反作用力，把那个空气水往上弹嘛。他这一个沉了一阵子，他在思索是不是喜欢你，喜欢你什么，确定吗？这些的，可是就会有一瞬间，我觉得这个关键在于他跟他的朋友闲聊爱情或者闲聊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一瞬间他心里好像被电到了，然后这个反弹的水花就蹦起来了。他发现什么？他发现原来他对你的感觉在心底有这样子沉到一个非常敏感的触发点之后，醒了，被叫醒了。被叫醒。好，这组啊，因为是以圣杯骑士做开场，所以他这一个浪漫能量非常强。然后现在出现的火能量，正在有一点点的，一头热的，不断的添加那个柴火，要让这一份爱情的相遇的节奏加快。那土能量偏少，强的土能量又在所谓的灵魂开窍的位置去做按部就班的自我开窍。它不在于一种拉扯这件事情，或是警告这件事情不在对的时机，不在这里。那唯一这边用来支持，或是用来定义、用来协助这一个爱情是否要发芽的土能量，却产生了某种好奇。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生活相处小细节，一起出游，一起去吃东西，一起闲晃的融洽度有多好，有多高？这边给的答案是，牌面给的答案是可以好奇一下，先不告诉你，有点这样子的讯息哦。所以在这里，对于你们的相遇，目前是把它设定成充满期待感的。然后又因为很接近，就在附近，即便你不用做什么，他那边已经有一个停不下来的马车正在慢慢的靠近了，所以应该会开始有比较多的举动行动。我觉得这个行动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让你知道他喜欢你，而是他有点忍不住想要靠近你，或是对你好。那你这里应该会慢慢的就会发现到，你会慢慢的就会发现到，开始会有很明确的讯息。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先来比较近的方式来看哈，靠近的近来。这皇后哈，这边在提醒我，想要问你，你真的准备好了一份全新的爱情要靠近了吗？那因为宝剑皇后有一点点用一个睥睨的眼神看了你一眼，看了我一眼，有点在说，如果是因为太过孤单寂寞而想要立即显化一份爱情在现在，那我要提醒你，上一段恋情的感受在你心底还有多少成分在折磨你，还有多少重量没有淡忘
他没有叫你舍去，他当然问你淡忘了吗？画出了分界线了吗？哦，这里在做这个提醒哦，而且这里还偷偷说，最近似乎回想起之前的恋情的频率有点偏高，所以这里有一点点威吓，叫你停止下来，淡化的讯息有点强。那他这个讯息来，就表示说啦，这一个要靠近的人，好像已经非常靠近了哈。他不希望你会混淆这两个人。那这个讯息也代表了，这一个新的人似乎有某种你熟悉的爱情的感觉，可能是他的付出的方法，他逗你笑的方法，他跟你聊天的节奏、频率、逻辑有点像，有些场景很近，会有去过类似的地方。所以这里我觉得给了一个对于感情的切分状态的提醒，他没有说你不值得接受新的恋情，或是你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接受新的恋情，或靠近，或是遇到。我觉得他要讲的不是这个哈，我觉得他要讲的更多的是等等哈。我觉得他这边要讲的更多的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让你去比较一下之前跟未来爱情可能感受会同时出现。为什么会有同时出现？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类似的感觉，类似的感觉会勾引，会引诱出新旧两种感觉同时在你眼前的时候，有点难拿捏。但是这个问题通常只会在新恋情刚出现前的几个月才会有，后面你会比较能区分新旧恋情的感觉，也能比较能辨识眼前现在最靠近你的这个人的灵魂，跟以前你所遇到的爱情的人的灵魂有多么的不同。那其中还会你会自己找出借口去讨厌以前的爱情。在新的恋情出来之前，你很难找到更多的理由去讨厌之前的爱情，或是否定之前的爱情。这就是人性，就是这样。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会发现，这是很好的方法去排斥旧的爱情。也不是说你不珍惜，或是因为遇到新的就不想要旧的爱情的感觉，不是。这个是一个人性的保护机制。而且这是比较符合有责任感的人，或是内在对于爱情的纯净感要求比较高的人。哦，那如果你不是，你就觉得这个可以共存的话，我觉得你要学习一下哦，因为它会有一点点着魔，会有一种小恶魔的讯息，它会把你拉进一种很潜在的比较状态啦。所以我觉得这里皇后出现的时候，我这边会把它设定成是一种小警惕，但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指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你分辨一下旧爱情跟新爱情的差异。哦，那如果你已经分得很好，那就好，记得把它维持住。哦，好，没关系，这个是在讲你近期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感受上的问题。那我来翻2张牌来看一下，做这张牌的补充哈。来，先一张哈。哦，再一张。这里其实第一张牌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他希望你好好体验新的人进来的那一种全新的旅程，全新的东西。看来后面有蛮多的惊喜的，新的恋情，这个新的恋情出发哈，我觉得看来是蛮多的惊喜的。那宝剑骑士，我觉得今天这组牌骑士牌出的蛮多的。他都有一点点在说，这一个新恋人，我不应该把他立刻定义为新恋人啊，因为
它比较像是有一个新的关系正在靠近你，然后要进入那个创造你们两个新的关系的阶段。因为如果我太早把它定义成新恋人，好像你们一触即发完就要见面就要变成交往状态，没有。它这边其实没有立刻这样定义，虽然能量是有在往要变成恋人的方向行走啦，但是我会选择比较收敛一点的说法。我会选择比较收敛的一点的说法，因为我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抓到你们第一次互动吗？还是第一次比较深刻的互动之后会往什么方向走？虽然圣杯骑士的能量很强，它确实是有一见钟情的讯息，可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摇摆讯息，很像是你们已经互动过了，然后他会从一种全新的看到你的状态里，有一种一见钟情，可是明明你们已经见过了，有这样子很奇妙的一个时间点的感觉。那为何我说我没有把它定义成新恋人？因为我觉得你这里没有立即的要接住这件事，而且牌面上出现了好几个，至少现在有2个提醒你，提醒你要看一下你现在的状况，对于爱情，对于要进入爱情里，你现在的状况合适吗？他不是否定你，或是告诉你说你现在不合适，叫你准备。他现在比较像是说，你好像少了这一个步骤，去想一下，你现在想要一份新的爱情，只是因为孤单寂寞，还是你已经准备好想要投入一份新的爱情？那我会说，无论你有没有准备好，都可以投入一个新的爱情，因为投入一个新的爱情后面是千变万化的，主要是因为这是2个人的事，整个感情的变化不会全部都因为你的所有决定而走到你想要的方向，或是走到一个唯一的方向。对方也是一个非常纯净、pure、强大内在能量结合的一个灵魂，它也会影响很多。这就是爱情有趣的地方，这就是创造一份关系有趣的地方。你不会一定照着你想走的方式去走，所以我才说，牌面只是在跟你提醒，但是它并没有一定要你觉得你已经想过了，这是一门课，你已经修完了，你已经整理完了没有？只是在这里会提醒的话，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怕你太接近爱情的模样的时候，或是这一个深刻的爱情越来越成型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跟你过往的爱情有一些类似的点、时间点、场景、模样、说话的语气、句子，同一家餐厅都有可能。你会混乱，你会有点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的时间会变慢或是静止，你会抽空到另外一个时间，在一瞬间，这不是你想要的，但也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那一瞬间，所以这里可能已经预测到了会有那一个状况，所以这边先提醒你。我只能说，塔罗牌的讯息都是比较鸡婆的啦。对我来说，我翻开的牌的讯息都有一种，他们生怕你不知道，他们生怕你少做或晚做的这种意图。对我来说，讯息给的很急，我不觉得他们时常在分析这个状况，我觉得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告诉我，希望我能够接收的清楚，然后转达给你很多很多的叮咛，所以他们用一种在靠我的口语把它
模组形容成一种很多状况，然后要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清楚你将要面对什么，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叮咛的状况，而且是出于非常至高的善意的点，这样子哈。好，所以这里他讲的是你可能要最快、最接近的一种很现实的场面啦的讯息，他这边这样说了。可是因为0号愚人牌在这里出现了哈，我就觉得有一些比较放心的讯息是在跟你说，不用担心啦，这个人应该会带来蛮多惊喜，跟你意想不到的走向关系，这样你可以期待一下哈。好，那再来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来探究一下你们之间一些神秘的连结啦。它这个神秘的连结比较像是说，你回想一下，你刚开始遇到某个人，最初期喜欢那个人的那一瞬间的感觉，那就是你们的神秘连结。好，看他怎么寻。哦，权杖皇后哦。一般来说啦，如果宝剑骑士在讲的是你现在要遇到的事情做的提醒，那权杖皇后在讲神秘连结的时候，他就在讲说，相对起来，他偏很乐观，他很像某些可能就你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我们要去哪里旅行，要不要去？然后可能有那是 A 朋友，然后 B 朋友会说不要啦，那边好危险了，没有去。比如说可能去南美洲，你们对那边很陌生，你们的想象是这样。他 B 朋友的想象是这样，那他就很像 C 朋友，第三个朋友说，去就知道了，一定有很多惊喜的，我们有能力可以应付，而且我们一定会被那边的风景美丽所说服吧，臣服吧，一切都会淡忘。然后他这里也会说，不用担心，我们也不是就莽撞的去，我们也是会规划好的去，不用再做这么前面的提早的小心或什么这样子。它确实比较像是火象星座的融合啦，可是它还是会有一点细腻。它很像射手座在冷静时候的细腻，它很像牡羊座在一开始虽然看起来是一股脑的盲目的把事实说出来的那种莽撞，可是立刻就说到重点。它也很像融合了狮子座察言观色附近的状况的变化的那个细腻度，这三种火加起来，看起来像莽撞，看起来像是极度乐观往前冲，可是因为是皇后，其中的细腻度也会附加一起带过来。那他这里要讲的你们两个的神秘连结是，我先说他看到你或是他遇到你，他对于爱情的那一个能量起来的时候，他瞬间对于你们的关系有非常明确的未来幻想、未来想象。他知道你们未来可以往什么方向走，而且是细腻的，是能想到细节的。可是他内在那个熊熊的火焰，速度比较快，他必须边跑边想，而不是边走边想。讲到这里，我还是有两个方向的迟疑啦，我还是不太确定你们是完全不认识，还是已经有一点小小的认识了。这样，我在思考，要不要先把这个问题先丢到旁边，我先把它设定成你们从比较不熟变很熟啦。那比较不熟变很熟，当然也会包括在完全不认识变成认识这样。好，反正它有一个进程啦，然后它代表了当他越来越接近你的时候，就会有点拨开云日见青天的感觉，你会越来越明白这个人的魅力跟这个人的吸引力。然后，你可以比较回到这个部分去花点时间整理你自己内在的心思。当然没有要求你要整理到完美的，完全摆脱之前的情感的情绪，但多多少少整理的比较到不会影响到你。要留很多的空间给新的人、新的感情、新的感觉要进来，这是这里在做的提醒啦。那我觉得这里当然还是有一些
我看一下哈。我认为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它这个讯息可以定义，我觉得它可以定义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会有一个你们相遇或是爱情出现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的讯息。你们很难厘清，很难具体形容，但是那个讯息会把你们两个拴住，而且是一个非常两个人都同时能认同的某种内在的感觉。它有一点点像是就是这个人了，很像这个讯息，可是它里面的讯息有包含一个比较深层的意义在这里。有一个哈，我把它翻出来好了，因为我觉得突然这里好像需要我翻一下哈。因为它连接的是你们内心世界的一个美好跟它比较像是说你心底突然发现你人生可以往某个梦想或是往某个比较难的境界去，就你突然发现你想去，而且你发现你有能力去。那这张牌比较像是在形容什么支撑着你们去，它比较像信念哦，它比较像信念。所以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它让你们两个相遇之后，慢慢的相处会变得比较长久。中间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是什么？我突然觉得这个很重要，翻一下。哦，我没想到是这张诶，我以为它应该要更深沉、更难以形容。可是他给了恶魔牌，我就必须说，你们在外表上，你们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很多身心灵、外表、外在、皮衣、讲话、说话、衣服什么的，眼神各方面、头发、造型、眼镜、首饰、项链，很多五感的、五种感官的，甚至身上的味道、用的香水、体香剂或什么各方面。那种空气感，你们会互相在比较浅层的表面里就吸引住了，我只能这么说。那这个东西会产生强而有力的力量，把你们两个吸引住很久。所以我才说，今天这副牌比较像是你正在吸引着谁，或是谁正在偷偷暗恋你。我今天刚一开始就说了嘛，这组牌会有这个走向。那现在有出来啊，所以只能说。小小的恭喜你，他是你的菜之类的。那如果他这里出现这个讯息，那就有一个程度在表示你应该不会错过他。他如果出现在你面前或什么，你应该不太容易错过这个人才对。哦，因为他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啊。这个有趣了哈。那这里还有两个牌，我可以额外先翻一下哈。既然是翻到恶魔牌，那我就拿夜晚的牌来翻哈。就这里应该还有个2张是可以翻的，来看一下它的连接。因为这2张在某方面来说是其实是2对啦，可是它有一些方向性哈，它的方向性会连这里。好，我看一下，我顺便来看一下，探查一下它中间的某种你们两个相遇之后的觉醒。好，智慧跟智能的2方面的觉醒的定义，从这怎么来的？它这个觉醒还蛮重要的，它有在关乎跟分析你们两个的感情的结构啦。它的结构比较定义，就是说为什么这2个人会相爱，一定有什么重要的、很强的吸引力是可以定义的。那先这张，我看一下我看到什么？9，又是一个比较。我先说，如果出现圣杯9，就必须说你们一开始对彼此的评价一开始就很高了啦。这跟这里出现差不多，我觉得这里只是多称赞了一次。称赞什么？称赞你们在彼此之前出现的时候，被打的分数还打得还蛮高的。那他这里也定义了有某种稀罕难得一见的感觉啦。
从他的角度，他遇见你说，他心里会觉得说，哇，我从来没看过这样子的人。那他不是说你是最好看的人，他可能在说，我没有感受到这么特别的感觉过。那这个感觉原本之前对他来讲是遥不可及的，或是没有想过他会遇到，或是他觉得他不在这个情况不在他的世界里。但是当你们相遇的时候，他有这个感觉。我必须说，这里我只是用他的角度来形容这个感觉，但不代表你这边不会有这个感觉哦。也许这也是你的感觉哦。好，那这张牌就不用多说了啦。这张牌比较像是我刚刚在讲恶魔牌想的，就是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有很多的5种感官上面的评价都还蛮好的啦，你们立刻就会被吸引住。然后它有一个推波助澜的感觉，就是你或他都会发现，你们身边的人都很喜欢你们。从你的角度，你看到他的朋友或是你的朋友都很喜欢他，所以你对他的评价有点自然就提高。相反的，他也是。所以你们的一开始互相的喜欢，并不只局限于你们自己的观察，还有很多的是旁边的声音。总之啦，你们第一次有比较接近的相处的时候，感觉是蛮好的。如果一开始我们得到的牌是圣杯骑士的话，它确实有蛮接近一见钟情的讯息。有。我刚开始讲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确定，可是因为后面的牌都是往那里走，那就有可能是有一见钟情的讯息哦。至少在对方的角度，我们一开始就说，他会从一个完全不熟悉，他要面对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可是他有一个熟悉的感觉，主要是他看到你的时候，有很多的感觉在那瞬间被突破了。他认为什么都不重要，认识你最重要，所以他会忘记他身处的环境的难度。这难度包括了陌生、重新认识附近的人、社交这些的。他认为认识你可能是首要任务，这样所以他蛮接近一见钟情的啦。到这里可能会跟我们刚刚一开始的前5分钟有一点内容的在改变那是因为牌子还翻不够，而现在翻出来知道了，它有可能是到这样。那我再重新思考一下，你们认识，我现在会比较偏向于，他应该是你还完全不认识的人，可是会因为某些聚会或场合、朋友的介绍，不是工作，这里完全没工作讯息，然后发现了你，然后你也发现了他，会有一种生活中从来没有遇过的一个人的风格、模组、模式，反正就是一个你没有遇过的人啦。然后我必须要提醒一件事，这个人所带来的爱情方式，从前面的警惕来说，他有可能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不像你以前的爱情，可是你会发现他带给你的快乐的方式，有点类似你以前甜蜜的回忆。所以要回到这里，为何这里宝剑皇后要做这个提醒？为何这里我感受到这么多的讯息在提醒说会有类似的场景要出现？你分得出来新跟旧吗？这里终于连成一线在说这个了。那为何会这样？因为你的人，你的内心对于幸福的渴望跟想象，目前是没有改变的。你心里对爱情的价值观，其实有定义成：我知道什么是爱情，你也感受过。你知道要那个感觉才是爱情，才是幸福。这件事没有改变，所以你会喜欢它，也是因为它能够带来这样子的东西。这里并没有说一定要不同，也没有说不可以一样，要划分出来。这里只是说不要让新旧感觉混在一起。主要我觉得它的目的是会有点可惜啦。有可能会错过一个新的人所带来的新的能量、新的特色、新的风格，也许更好。你会不会不小心错过了那些细节？然后也有可能
你付出爱的浓厚度或是节奏已经没有以前快了，会有一点点耳塞的感觉。耳塞的感觉就是你听声音会有一层东西薄膜，它也在提醒你，也许新的爱情来的，它的浓烈度跟它的品质比以前的好，可是总有一点点有一层膜挡住的感觉。这就是新跟旧中间你分别的够清楚吗？那我必须说，这不是一份指责，因为连我都知道他不会分得这么清楚，所以总有一种好像没办法回到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付出爱情的那一种 pure 纯粹的感觉。我们会把它归类成那就是一个经验跟防备机制在心里已经起来了，或是那是一份之前的伤害所带来的一个盔甲防护罩，都是。所以这个很难。那我觉得我们把它拉回来比较小的要求就好了，就是当你跟新的人在一起快乐的时候，记得你有很清晰的知道那个快乐的感觉是只属于你眼前这个人所给予你的和你跟他共同创造的。慢慢就会很清晰啦。我只是这边只是在讲说初期几个月的时候，然后一开始要重新接爱情的时候讲。好，这题型我们就先略过，我觉得差不多。我们回到这个人身上哈，这个人，我觉得我看到他对于你所做出的动作、喜欢的动作、付出的动作、想要逗你开心的动作，比你多很多。我感觉到你这边的能量比较安静，比较安静。那没有关系啦，那你应该都跟不上他的节奏啦。但是至少你有努力跟，然后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相处的状况会比较温，会温一点，会比你以前的方式再温一点，会有。主要是他这边的能量有点太强，过强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里哦。这里我们先来看到我最喜欢的位置哦。因为前面好的事情蛮多的，虽然这里有一点严厉，可是我还是想看一下，如果有一个乌鸦来报讯息的话，它会报什么哈？哦，我这里确实这个，我觉得我前面已经讲了耶。你应该，可是我这边觉得他又再确定一次，他再确定说你应该一定会有一个分不太清楚新旧感觉的瞬间啦。可是我相信你耶，我相信你，因为这一次这里的提醒之后，你已经分出来了，所以这里确实比较像是一个乌鸦来报一个讯息说，这是个难题哦。他比较坏心眼的说，可能会让你很困扰哦，可能你完全想不清楚哦，可能你会想逃离哦。好，那这边这样说了，所以你可以做一些警惕了，就是说，当新的感情来的时候，带来旧的感情的即视感，或是一种类似的场景的时候，我只能说牌面虽然有看到那一个状况，但是以这个牌面的正能量来说，我觉得你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处理完了，但它有可能会反复出现。这里好的方向是，你每面对一次，每处理一次，你就会越来越不在意。这就是它的方向。所以还是一样，老话就是时间变化的问题而已。好，那我们来看这里，这里跟这里，我觉得它有一个像那个呼应。这里比较更远的宇宙讯息，更深的神秘讯息，更 pure、更纯粹。我觉得光用纯粹形容这个位置就已经有点太多余了。它有它自己的很难定义的最原始的能量的牌阵的位置。用月亮牌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呼应了前面的愚人牌，在告诉你说，有很多未知的惊喜，应该会从这个人，将会从这个人带来给你。那为何这里也会做这个提醒？因为他这边其实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这边有一个头头小小的讯息，但是很不强，大概只有1%吧。它有1%的可能你会拒绝。那这个拒绝是拒绝这份爱情的发生，还是拒绝这份爱情发展的速度太快？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哈。那我觉得牌面希望你着重在未知，这里一次，这里一次，加上好几个骑士牌。骑士牌无论它是什么能量，它都在讲一件事情：是马已经开始跑了，就向前看吧。那未知的讯息出现了2次。而且这两组牌的位置所在的位置，跟牌面上所带来的都是，就像跳水一样，就像从山崖跳向海一样，先跳再说。再多人跟你讲海底里有非常美丽的珊瑚跟漂亮的鱼，海底的植物，会反光的沙。再多人跟你说，如果你过不了跳的那一刻，你就无法见到。可是这里的牌在讲的是，先跳再说吧，先认识这个人再说吧，先跟着这个人走再说吧。这里的这个讯息还蛮强的哈。那些提醒应该都会迎刃而解啦，没有那么强。我觉得这边的负能量都偏弱，而且我觉得你会被这一个人所带来的爱情也被激发了，也澎湃了，好像有一个新的生命力也会因为这个人出来之后，他不由自主的燃烧起来哦。其实从这里我看到好几个我觉得对于爱情的好牌啦，哦，圣杯骑士加恶魔牌、愚人牌也出来了。从这3张牌，我们不用翻那么多牌，我们就只翻到这3张牌的话，我觉得对于你们这份爱情有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结论，就是你们会非常喜欢彼此啦。哦，那他这句话后面带来的那个负面的小心思，就是会有多少会有一些怀疑说，这是真的吗？有这么好吗？我接得住吗？哦，会不会又像以前这样失败？我也以为他们很好啊，因为这个很杂的小杂念跑出来了。这整组牌有些犹豫，但是也有一些反抗，成功的反抗，所以不用过度担心哈。好，那既然这个人是在附近，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在附近的一些我觉得更明确的讯息哈。我想一下，我要翻什么样子的角度？我们来翻一下，如果我们要察觉，如果我们想察觉它到底在哪，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讯息？好吗？这里翻，3张，好，这一张，又是月亮牌，太阳、月亮，我必须说，这3张没有给答案，而且还戏弄了一下讯息。我问说，如果我们要察觉他在附近，他是谁？那有没有什么明确的信息？这边只说，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你就会知道是谁了啦。然后你的好奇心、探索力跟能给你的讯息，都还只给到1。他说，保持好奇心是对的，但是没有要给你那些答案，因为后面一步一步你就会知道是谁了。但是现在的状况，
你们还不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所以你们应该不是一起上班工作的工作的员工里面，也不是同学，因为你们没有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好，那这边再说，前面没有给的答案就没有，我只能说他会在第一次遇到你有互动的时候，就有热情热烈的情况出现。如果还没有，就是还没出现，也就是说还没认识。好，那你们的背景环境可能有点截然不同，因为看了这么久，快1个小时，还是可以看出来，是他要踏进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里面去遇到你，所以他现在没有出现，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在你的世界里。哦，好，大致上讯息就这样了哈。那我没有觉得他很远啦，因为骑士牌好多、哦，他已经我不知道他应该要非常靠近了，那我应该要非常靠近了。来，想看2张天使牌给的讯息给你们的哈，给你啦，都给你啊。对于你现在的状况，或是这副牌的2个讯息哈，怎么说？它不一定会跟着这副牌，有可能是在给你现在哈，你现在当下。来，好，我看一下，但我戴个眼镜，这个时候都一定要戴眼镜，老花没办法。好，我看一下。50啦哈，再看那个字也太小了吧。等我一下哈。50是，这什么戴笠？哦，等等，名字难念了，戴笠。这里突然在提示到沟通，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个独立出来的讯息，他在讲说你最近可能会有一些沟通的关键，就是你跟其他人关系上的某种关键是在于好的沟通。然后这边有点在提醒你哈，近期你可能会有一句话就改变一件重要事情的时刻，所以要小心最近的说话。哦，看来这个是独立的讯息哈。来，再来是63的那个这名字怎么念呢、阿努艾尔，这样翻吧哈。这里也在讲一个关系，他也在讲说你最近有某种关系的创造，跟好像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要发生。而且这一个新关系可能还蛮长久的，还能够进入到可能是一个类似家人的关系这样。好，所以他会希望你诚恳的做一些想法上的交换。好，想不想说？其实这2张牌我觉得蛮接近的哦。他这边也在讲沟通，这里也在讲沟通，可是这里在讲的是语言哦。最近如何使用你的语言，在创造一份关系来说非常重要。那这边讲的是一种向往，哦，最近会有一个新的关系的创造，它未来会慢慢的逐步成为你向往的像家人一样的人际关系。所以我觉得这组牌比较像融合成一件事情，就是你最近可能会因为你的好的沟通，然后认识了不错的人，然后这个不错的人可能会在你的人生里一辈子都成为重要的角色。好，那我觉得这个是独立出来的，跟原本牌不一样，因为原本牌的走向不太像这个，因为原本牌的走向你比较被动，这个人做的主动性更多。好，那就这样。那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你可以体会一下了哈，我觉得讯息还蛮多的。好，那就这样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附近有能量哈，有爱情的能量正在靠近哈，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爱情能量正在靠近。来，我们一样来抽5张牌。来看一下基本能量的分布哈。来，我们一开始会先以核心能量来做一个只做一个开始了哈，把一下
整个核心先定义下来，我们再去找其他的分支哈，算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解答。来，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哈。好，通常这个位置啦，对我来说，它就会有点像是把你们的爱情用一个主旨的方式哈，把它先讲一个大方向。好，然后我们再翻其他的来讲一些细节。好，来看看这个走向。哈，看他这个人的距离啊，各方面离你是近还是远，一些东西透露出来。哦，圣杯九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了哈。因为他讲到的是彼此的评价，你们彼此的评价应该都还蛮好的。或许他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是，或许现在你们两个并没有认识，或是彼此知道谁是谁，然后在其他人的评价上都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是你们彼此是还没有认识的，可能在网络上、社群上的印象啊，已经都还不错，这样子。那这张牌其实我翻开的直觉并没有告诉我说你们现在是已经认识还是不认识啦，距离这方面是没有讲这么多，但是它总有一个看到的讯息哦。所以他这里，我觉得至少不是完全不认识哈。我觉得他有一个已经看到、已经知道的讯息。那从这点，我们来确定一下哈。我直接要问的是：你们已经认识了吗？我所谓的认识是真的已经有互动，不错了哦。不要只是在网络上知道这个是谁的朋友啊，或者什么。我要的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第一次交谈。好，先看看这个点是什么。好，给的讯息有多少？来，给4张哈。好，其实，在翻开这2张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是还不认识。还不认识，然后但是快了，快了。那他这里也已经透露出，你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的互动，而且他这里的快了应该是说也差不多要认识了啦。然后你们所处的能量，你和他彼此附近的朋友圈有事情正在统筹，他这个统筹比较像是说，可能有人要生日了哈，还是大家有在约定要一起去哪里，有在规划，那你会参与。但是这里并不是说你跟他的世界是会参加同一个活动，比较像是各自去了哪里，然后会在很奇妙的情况下，然后你们会遇到，会在很奇怪的情况下，然后你们会遇到。以目前来说，你们的距离还算远，还算远。那这边宝剑3在这里其实他没有在讲说你失恋啊，或他失恋了有什么爱情的。他这里给的讯息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你们之间的有一些石头啦，有一些阻碍啦，他正在自己消失，因为他这里比较像是有一种回复，有一种回复，短暂的石头被吹到你们中间，就说你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本来要相遇的更早，那应该是因为有别人的故事线，让你们两个的相遇中间有一些，我们用一种石头的方式来形容说，拖了一点时间讲。那你从这边可以把它往后推敲成是说，本来计划要一起出去的一个事情啊，或什么，突然统筹的人啊，安排的人啊，突然觉得要再晚一点啊，季节要再晚一点，或者有些事情这样。所以我们把它形容成是个石头，然后你们相遇的时间就再往后一些，这样哈。那金币
金币我这边讲了一个距离啦，哈，它这时间就在这边被拖掉。但是从这里看，但是因为有权杖八啦，这一个拖延不会，我觉得不会太久，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照我的翻顺序是这2张先出来，哈，我会觉得这2张先看到了某种近在咫尺的东西啦，也就是你们的相遇相见，这样。所以题目是你们认识了吗？还没。但是好像已经知道是谁了。这边没有，我没有觉得这里有一种全然的陌生人的讯息。我一直有一点点希望你们是个全然的陌生人哈，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相遇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火花，我有感觉到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火花，所以我更希望你们是一个全然的陌生人，然后会有一些惊喜，那个火焰会更大，或是有很多的第一次的遇见，会有很多很丰沛的第一次的遇见。但是这里的讯息没有，这里没有这个，我一直觉得圣杯九所带来的已知现有的评价，已知现有的评价，他人的评价，他人的声音，他人的描述，他就是有个轮廓啦，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说服我说这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所以你们应该会在很特别的一种不期而遇吧，就是说没有料想到会遇到，更没有料想到你会突然跟他蛮好的，你会跟他突然有话讲，突然跟他有比较共同的话题出现，你没有料想到，然后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人跟你有这么多话说，跟你还蛮契合的。这个角度去看，现在这个人在你眼里，可能你会觉得是不同世界的人。基本上，其实你们是不同世界的人，不同的生活圈哈，不同的。你知道他这边为什么一直这样子往这里走？是因为你跟他确实知道彼此是谁，所以才会有一种差异性在说。可能你们看自己彼此的一些社群的照片或什么，知道是在不同的世界这样。但是这一次遇到了之后，才发现有很多的共通点，话也投机哈。那这2张的给的力量蛮强的。他除了有讲说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有蛮好的互动之外，他也在讲说，从你们2个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到现在，近期有一种要相认的时间上的加速，然后中间有一些能量是似乎自己伸手去把彼此牵引过来、拉过来了哈。好像终于看清楚，或是终于有机会可以伸手去把彼此拉起来，那个能量的感觉。所以下一次你们在遇到的时候，确实是会有蛮好的互动，而且情感面还蛮多的，火啊、水啊，都会呈现一个比较丰沛的状态，让你们互动。感受上2个人就突然靠近了啦，突然靠近了。但我觉得这里好像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翻一下哈，让我想一下哈，这个位置，有2张牌，让我找一下哈，把它翻出来好了，我看一下那2张牌给的讯息。好，好，我翻有2张牌的讯息是可以找的。那这2张牌会比较像是所谓的爱情的方向哦，一个是可能发生的方向，一个是一定
要发生的方向哈，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的走向爱情的这一件事情哈。因为为什么我要翻？因为我已经看到这里有一种你们第一次真的比较近的互动的时候，有一点点蛮好的火花要起来了。好，那我想看一下2个重要的讯息。好，我看一下，好，果然哈，你们两个这一次真的会因为朋友的关系哈，然后发现了你们两个你们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这个独立空间的定义，也就是说，你们会有别于他人的各自的话题。那这个各自的话题会把你们2个人带入2人世界的空间，会在你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开始初步的往那里走。这样，那有2件事：第一，你们会发现你们之间有一个共同语言、共同的相处方式，是跟其他朋友或者是跟最好的朋友、闺蜜是没有的。那你们也会觉得蛮意外的。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彼此有碰撞出某一种新的火花、新的生命力的感觉，也是跟其他人和朋友没有出现的、不太出现的。它有一种独特性，将要起来，而且还蛮孩子气的。你应该很意外，我这形容起来是从这一点哦，因为我看到了你们彼此的心房卸下，跟大草原奔跑的，它有一种你小时候哈，应该开始有意识的在玩耍的时候，应该有几个固定的朋友，或是一个很固定的好朋友。你每次一有游玩的时间，你就会想去找他，去他家门口叫他，打电话给他，把他叫出来。不管怎么玩，你都希望有他一起玩。然后你们2个的世界其实蛮小的，就是说你们能奔跑的世界其实就离你家100公尺远，差不多这样。可是当你跟他2个人一起玩的时候，就能够创造出一种无限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2个人世界的感觉。你们的状况有点像这样，因为你们有很强的共同话题，然后还能创造话题。你们相处有一种好像可以自由自在的诉说任何事情，另外一个人都有不错的反应，而且一开始就有。也就是说，你们的语言模组、爱情的语言、相处的语言，一开始就是用同一个频道的。那加上这里，他一开始就说，你们就算不认识，但是对彼此的评价、喜欢，就是也算是高分的啦，也算是不错。只是遇到的时候才发现，彼此的喜欢的那个情愫，比你以为的多很多。因为他比较像是说，这个人平常在你生活出现的时候，你对他的评价、对他的感觉，都只局限于一种有点局外人、外人不在你生活里这样。这一次很接近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很生动，喜怒哀乐，尤其是喜跟乐的一些表情哈，说话的方式，一些他跟他朋友的肢体语言哈，还有你跟你朋友的肢体语言，在彼此的观察下都变得很舒适。然后你们会不时的有自己彼此的互动，可能只是简单的互动，还不是深谈，或是只是一些玩笑话的互动，但都会产生很强的深刻印象。那这些水能量就开始一杯一杯的在你们之间打翻了，然后又装满了，绵延不绝。它也有一点点像是你们无时无刻都在经历一种，好像在期待对方 po 一下照片，然后你要急着去按赞，按个爱心，让对方知道你有在看的这种
互动感觉。可是这一次你们的相遇，它算是一个很近距离的很立体化的，好像有一种我知道你，你知道我，然后就用一种很快速的行为行动，就让对方知道。那这一份幸福感一直在这个你来我往之间快速的堆积，然后进入了两人世界，两个人的话题。那这边也有看到旁人，你旁边的人有很早就发现了，尤其你比较好的朋友，也许在头一两天就发现，我在那个场合就已经发现了。然后他要回归到圣杯九的不错的评价，他这个评价已经在进化成你对他的评价，你朋友对他的评价，他的朋友对你的评价，周遭的人对于你们两个的互动这么好的评价，都是处于比较高分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在某个角度来说，是因为旁边的人的不断称赞跟提醒，让你们彼此越来越确定。原来你们两个一直不知不觉的在自己的两人小世界里面窝着聊天，然后明显到旁边的人都知道。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说，我还不确定你找到的是比较接近 soul mate， 或是 best friend， 或是 twins 这个状态。但是这个契合度的快速从这里再到这里，我觉得你们有点太慢认识了。因为这两张牌其实这两张牌有别的含义啦，只是我前面都还不是很确定它为什么要有这个含义，所以我先把它放在一种时间上或是别的小事情上去讲。可是从这里这样子再慢慢讲下去，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是这两张了。那这两张给的讯息是告诉我说，你们这个见面有点晚了，遇见有点晚了。那有可能是在讲说你们之前的人生第一有很多阴错阳差啦，让你们两个的距离拉远了有什么搬家啊、去念书啊什么的，还有去跟别的人谈恋爱啊，然后一些普普通通的恋爱，或是没有那么刻骨铭心的恋爱，只是试着交往的恋爱，这些把你们两个相遇的时间拖慢了。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要回头再来询问一件事，就是难道现在的遇见不是最好的时机吗？你们错过了太多时间吗？浪费太多的时间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翻都会去认为说，很多能量要在满足的时候再相遇才会是最好的时间嘛。你们也知道，我们常常有很多牌面上一直都在告诉你说，就算知道你跟谁是互相恋爱，但是现在时机不好，先等等。很多时候都这样吧。今天这组牌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说，你们早就已经要认识了，真不知道为何拖了这么多。所以当这边有很多牌在询问现在的时候，都是给一个立即的，就是现在的，不然是什么时候？而他这边形容的就是现在，更多的意义就是说，怎么还没？怎么会是现在？怎么拖了这么久？有这样子的讯息那这个角度我会很在意啦。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一个小遗憾似乎在这边被凸显出来了，所以我会希望翻牌来请问，有没有一些答案告诉我，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有没有一些意义？这个拖慢时间其实是有一种交换啦，会不会是其实是有一种交换来看一下，一样两张牌我觉得两张牌可能不够，但我先看两张牌能给多少。果然跟我想的方向差不多。再一张，这两张牌跟我想的方向差不多。我先说我原本思维的方向啦，我认为应该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你们所处的环境、其他人、家庭、朋友，反正是其他能量，不是你们自己的。这其实我看到前面，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随时随地遇见都有不错的契合能量。那这边却告诉我，有某一些跟生活里面有关的其他能量，
在之前的时候没有达到平衡，其实在更重要的是，在之前没有得到宁静，可能是你，可能是他。所谓的得到宁静，可能有家庭因素，好，有其他人的因素，有其他兄弟姐妹的因素，生活上并还没有进入一个很安静的状态。哦，那坦白说，就是之前不太不太能好好谈恋爱啦，你们两个就这样，就是所以这个时间被浪费了，被错过了，我觉得也 OK。但我至少他这边给的理由是，至少你们现在遇到就是已经进入了一种比较欢喜的状态，可以比较专心的去快乐的状态。这个那你们的这一个遇见哈，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是，你们两个后来会有一个感觉是，好像以前有一些事情的确好像在那些时刻不太适合遇到真的喜欢的人。可是你们现在的遇到，虽然感觉都很顺很契合，心里却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感觉是，还好还好，之前那些事情我已经先熬过了，所以现在的我更知道这种比较朴实无华的小幸福长什么样子。而这个你跟他的相处，有更多的一个思维，很像是说不多不少，这份感情刚刚好就好了。我知道我们可以更好，我知道我们可以拿的更多，付出的更多，更加的热情。但是因为之前的很多经历，让我明白，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多不少，感觉到足够的幸福就好。好，这是你们现在遇到的时候有一个很本质上的一种幸福的感觉。因为这里它都有一种在形容你们两个人的遇见，跟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爱情里面有非常饱满的热情啊、情绪啊，都是一些很正能量的。他这个角度，我觉得他是在想说，你们的关于你们两个要相遇，然后关于相遇这件事要审核你们两个的能量是否完整在相遇的这一个题目，早早就过关了。而很多可以适合拿出来用的相处上面的一些很幸福的东西，都早就填满了，还溢出了，都没有用，都浪费了。所以这个饱和状态，反而变成某种问题是，你们遇到的时候会进入一种不需要调整，甚至还不需要彼此纠正哪些缺点。也不是说你们一遇到就完美契合，而是那个舒适感会笼罩在你们两个人的相处上。那心中确实会有那一个小遗憾，可是那个遗憾不会那么快发生，它可能要在你们两个更熟悉的到某一个时间段内才会发现说，其实你们可以更早认识，你们后面还会发现说，其实你们离彼此还蛮近的。朋友圈很近，可能读的学校还是同一个学校哦。然后你们可能有认识的学长、学姐、同学是相同的，你们中间其实有很相同认识的人，很近哦。你们会发现你们好像早早就有牵连在一起的故事线。不过很特别的是，这份遗憾，它好像不会变成为什么我们不早早认识的这种遗憾，反而中间有一个很奇妙的甜蜜，叫做如果我们
在更早的时间遇到的话，我们就可以共同经历了这件事，而那些事你们两个现在都听说过，都知道有那个，可能是因为你们中间的共同朋友有在传达，说他去哪里啊，跟谁啊，可是你们就彼此不认识，不同群的人这样子。可是你们总有一种感觉是，你们好像已经牵连起来还蛮久的，会有这感觉啦。那这感觉一直在加重加深你们两个情感的厚实度、安全感、信任度，还创造了你们两个各自的空间。为何我这么说？因为它投射出，它有一种共识的感觉，很像你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在一起，就该在一起，只是你们分开了很久，在自己的空间里独活了很久，现在才团聚，会有这个感觉。所以等到你们现在两个人两人世界很凝聚在一起，可是却不怕分开，却不怕分离，不怕创造自己的空间，不怕回到自己的空间，因为你们的感受上有经历过一次，好像已经离得很远过了。这次无论如何都是最短的距离，会有这样子的很奇妙的抽象的感觉在你们两个之间的氛围里面弥漫。好，那这就是核心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生活物质的讯息怎么说哈。是塔牌，我喜欢塔牌在这个位置出现，因为它在翻起来哈，就是我在这个位置翻起来，我已经知道是塔牌的时候的第一个讯息，到我转过来的时候是有两个讯息的。然后我只会抓第一个讯息因为我觉得它是非常强烈的。他在我还没看清楚就给这个讯息，他给了我天崩地裂的变化。可是我转正的那一个手转的时候是一个正念的出现。我从这里可以知道，你们彼此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你们好像心里有被激起某一种全新的生命力，想要立即改变现在所属于的生活方式，跟你所属的现在的状况。这一个相遇有很强的碰撞，在说它会激起你们两个可能想换工作、想创业、想搬家、想来一个大旅行。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会有一种身心灵的视野，想要有180度的转弯，因为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内在会有一种新颖的全新的生命力出来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新天地、新空间适应。不过我坦白说，其实是不需要有个新空间跟新天地去适应你们两个相遇之后的新能量。可是当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你们都有一种觉得不想要再浪费时间，然后这个默契在两个之间会出来，所以两个会有一种。我的意思说，不是说要去做一个全新的事情，是两个都要一起的。我的意思是，它会激起你们内在那一个转变、换新、换个发型。这个能量是很小的，你可以把它想成是100倍的换个发型的能量，好像想要展现出一个全新的自己给自己看。但我觉得最小规模可能你会想要把房间清空，家具全部都换，也有可能会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可能会有搬家哈，因为你们相遇的这一个能量，在某方面来说，有一点点像是心灵被洗涤，再重新洗过一次啦。这一个遇到有某一个程度，让你感觉到你心里有一些你从来自己有一些声音是你自己都没有听到的，却在跟这个人的对话里，你说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会这么认为，会这样子诉说一些事情。这个就是你心底有一些你已经认同的价值观，从来没有用武之地，或是一下子就飘过，然后你觉得反正也没人听得懂，就把它被遗弃在心底的某些声音，在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你们好像可以非常天然坦然的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有另外一个我不想说更真实的你，
我觉得会比较像是你觉得更像你自己的你立体了出来。那它会跟现在的你，如果你当成是一个旁观者看你自己的话，你会发现你比较认同这个跑出来的这个你。这个没有比较说哪个比较好，而是你在这一个心灵的整理和跟这个人的相处的被动的整理之下，你发现你跟他的互动有一个自己更像你自己。为何你会知道更像你自己？你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你会有一种往前冲的感觉，你会有一种像你小时候的最 pure 的欲望的感觉。我想要吃糖，我就吃糖，你不会太在乎多少钱。你想要这玩具，你就去要，哭闹的你一定要，因为你觉得得到或那个喜爱着这个东西的感觉最重要。也就是说，我刚刚前面说的，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小时候这个感觉嘛。它会激起你很多很纯的 pure 的第一种情绪。所以这个人出现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像你自己的能量结构跑出来。你很难形容说这是不是你小时候，因为你小时候也没想清楚。当然，最多，我可以说你会比较喜欢这个，跟比较认同那一个新的。那这份改变是正能量的，好，只是当你跟他都越来越接受这一个你们更喜欢的那一个自己的时候，有一个小缺点是，你们会有一阵子跟你原本生活的朋友会有点距离，保持一点距离，然后越来越保持越久，直到你的朋友知道说你有你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你有别人陪了，他们不用陪你了。如果你很在意，那这个就是新的困扰跟新的痛苦的产生，这个无法取舍。因为你会在这个过程里跟这个人在聊天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个是无法取舍的，因为你的朋友他本来就不会永远等着你会去变他的朋友，因为他也会有跟新的人交往，只是你先了。然后如果朋友关系会这样断，那也太表示一开始就很脆弱，可是好像不会，这代表了你的成长，在一份爱情，在一份能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的一份新的爱情出现的时候，你该有的成长，你该有的你跟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的一个新的进化，在这里就会有。那这一个人的出现，蛮像是这一个端点，好，这个分界点、分歧点出现的时刻，它代表了这个时刻的开始。好，所以我想也能说算是一个能量的完整时机点到了，所以现在适合了哈。好，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之间的超级连接哈。太阳啊，我觉得这里真的不用太多说什么在我们在这里刚才1分钟前、30秒前才讲说，会被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会有一种崭新的自己被这边，我觉得他的理解是被照亮了，被照亮了起来，然后你们看得更清楚，然后也就更加的喜欢哈。这个我想想，这个位置有什么是我前面少说的？如果要我用一种比较童话式的故事性的，我会觉得它的出现让你比较能够直视太阳，好，然后会发现太阳里有一些具体的方向，是你以前内心的某种欲望，还有你对你自己人生的某种想象。那为何以前不敢直视？因为有一点点觉得遥远、遥不可及，太遥远这样。主要还是因为没有人陪啦，没有一个
能听懂你这个遥望讯息的人，而他发出来的声音跟他的认同感没有出现了哈。你跟这个人遇到的时候，我不会说你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才是爱情的模样。我反而会觉得，你会觉得原来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可以逐步慢慢的往这样子的方向发展。它包含了很多面向，就是原来两个人很亲近的相处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小细节，可以有这么多的玩乐，还可以这么的稳定，还可以计划这么远的事情。好，然后你的喜怒哀乐，这个人不一定要完全听得懂，可是你会发现有个人很想懂，很想听懂，很想知道，很想跟上。我并不是说这个人可能是你心目中期待已久完美的人，可是我有发现，你会知道，你们彼此愿意在彼此的身边很久很久，这是不同的概念哦。有些人会很追求的要非常契合才要在一起，可是我还是认为适合彼此在生活里哈，两个人适合彼此的生活，完全没有阻碍的这种，更能长久在一起。他不是说他没有爱，而是生活确实是有千变万化的细节，一年有四季，有多少的节庆，你们要一起遇见多少人，你的反应，他的反应，再加上其他人事件的反应的时候，经历这么多，如果你们两个无法这么喜欢待在彼此身边的话，那你们要怎么在各种事情上永远都是一国的，分不开的那一对的？有事情的时候，希望有人支持的时候，你相信你不会孤立无援，因为这个人一定会在你身边，你也一定会在他身边。这是另外一个状态。好，所以才会引诱出或是激励你知道更难的事情、更难的方向，小时候想要去的位置，那些你觉得遥不可及的东西，好像都可以试一试了，好像也都可以至少说一说了，不会被嘲笑。那你们两个相处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是，你们虽然很像是一国的，但你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同一条线上的，可是却是两条一直不断平行却很近的线，非常近的两条线。这一组一直让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保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个人空间，所以这一组即使不用住在一起，但你们也会住得很近，你们的生活很近，你们不会有什么特别觉得遥远的感觉。或是你们本来就住得很近，然后你们不知道啦。我越来越有一些你们好像在生活上都一直不断错过的讯息有跑出来。虽然这边没有，但是我会回顾我看的前面这些几百个组别，快1000个组别里面有一些类似的场景，就是你们会一直在你们很有可能其实就住在附近，可是你们一直在时间上错过彼此的时间线哈。因为啦，你们两个的能量是必须要在有深刻的第一次互动之后，才发现彼此的熟悉感，才发现彼此是这样子被吸引。你们的能量不太像是在一个陌生环境，两个都不认识的时候，会想多看彼此一眼的那一种能量的牵引吸引。这样，你们会把彼此在生活里就当成是一个很空气的路人在旁边经过，他没有那个特别强的能量，他必须。我觉得他必须要有很近的灵魂交换的时候，才会激起这个熟悉感。它比较像是一个被打开的宝箱，那个钥匙就是要你们非常近的、靠近的近的一个互动才会产生，才会有这个。好，那这2张牌其实讲差不多，可是我还是可以补一张了。我觉得我好奇补一张好了，就看一下。对这里有什么？我是没有定题目，我是没有设想，我只想看一下有没有补一张。这里有什么讯息对于这个？
因为它这里是一个界限啊，一个境界的界境界的位置其实这里我觉得没有补充什么，它只是说你们会有不同以往恋爱的相处模式、相处情绪截然不同、全新的你们这一组没办法，以前的恋爱方式跟今天这个它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也没有什么雷同性因为1号牌蛮雷同，有些雷同性有做到警告，那这组没有，好像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还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好，来我们来看更远的我们先把坏消息，也不能说坏消息啦，就是我喜欢的那种乌鸦嘴讯息，看他怎么去看待你们两个人。他也说不出什么坏话，就是圣杯国王不过这里从我刚刚前面的这样子累积下来的讯息，我觉得他给了一个小提醒我这里就提醒你们两个一下。这边说你们还是有一点点不够奔放的把对彼此的喜欢和感觉展现出来，都还是有点害羞，都还是有一点过度尊重对方的感觉，都还是有一些过度把决定权交给对方，尤其情感面不是生活面的，情绪上过多的礼让极少的纷争与争执然后喜怒哀乐也没有办法完全在彼此间奔放出来，想哭的时候，在最靠近的时候会进入一种节制状态，怕太多。记不记得我这边有一种，你们相处中有一种满足感，就是不用太多，不用太少，差不多够了，够幸福就好了。你们在相处的时候，情感面也会进入这个状况，应该要对着彼此大哭的时刻，你们两个反而会处在一种非常冷静的状态。你知道为何会这样吗？因为你们两个最接近的时候，你们两个的情绪各方面会在你们彼此的所有生活里面是最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相较于工作或是跟其他朋友来讲，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是你们情绪最稳定的状态。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你们没有把彼此当成是垃圾桶，情绪的垃圾桶，或是所有事情要抱怨都找彼此。当然，你们也会抱怨一些生活的事情，可是你们知道，跟这个人抱怨，或是在这个时刻抱怨，会得到最平稳的情绪，还会得到最高度的认同，还知道被理解。可是那个理解却不是被安慰，很奇妙的一种抵消区。所有的纷争混乱会在你们两个最接近的空间里成为一种抵消区，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不需要每天在一起的原因。因为你们如果每天在一起的话，会把一切变得太过平凡跟平淡，没有情绪起伏。而这一件事情刚好呼应了我刚刚前面说的，你们非常能够创造两个自己的空间，和你们两个空间变成是3个空间的自由来回转换。你们很早就知道这一个方式，而且它是一个直觉式的知道这个方式是对你们两个最好的。你们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需要改变，或是讨论拿出来讨论看看是不是要做改变，没有，你们都知道这样子就已经是很好了，而且心底上似乎也觉得这是已经在心底讨论过的答案，不需要特别说。甚至你们在直觉上已经有回答了，然后如果要你们具体去讲这件事情，好像还讲不出个所以然。这就是那一种灵感直觉最奇妙的地方。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有一些共识似乎就已经存在，而它不是之前就存在，而是在你们遇到的时候，它就摆在那里了，才摆在那里。那这张牌就有好有坏，好就是那个情绪是极端平稳的，很好，在相处里；坏就是如果有最真实的情绪要拿出来的时候，你们会接收到那一个也一样同等情绪的 feedback 吗？的回馈吗？但是从这里必须要看到一个优点，一个优势是，
你们最后都会臣服于那一个稳定。即使你真的很想哭着去对对方讲一个很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在你要讲或是开始讲一点点的时候，那个情绪好像加速了、跳级了，进入了已经被化解跟你可以释怀接受的一个领域里面了。它没办法一直延长，它没办法很像你跟你的闺蜜或最好的朋友在讲的时候，会重现一种澎湃的情绪，一直被催促着要把情绪爆发出来的那个状况，好像没有。两个很快就会进入那一种加速的释怀，知道里面的道理是什么，然后也完全释放出来过。所以以一种动作上、表达上是不太有那种爆发型的情绪表达。当然，时间久了会有，但是持续时间都非常非常短因为它这一个进程是非常长久、非常慢的，而且到后面也会随着你们的成长，在加强了这个释怀的能力。总之啦，这边说的是还是要适时的表达出来一下，虽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是对身心灵健康可能是好一点的。好，反倒是我看到的是，要得到一个情绪平稳的关系，其实非常不容易哦。你去看顾其他各个你认识的人的朋友的情侣状态，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其中的情绪争吵纷争的频率都还蛮高的，反而变成相处情绪平稳的那一种组别，那一种情侣，你们会觉得有点小小的不可思议。那你们就是那一个不可思议的那一组哦。好，再来，我们把最乐观、最光明的讯息来。我简单说这里说，你们的故事还早，你们后面还有很多要开创的事，你们后面有你们两个都意想不到的惊喜，在后面还可以去摸索，还有很多新的旅程。我觉得它呼应了前面。甚至这一章，因为它这个是个它的路径了哈，它这里会到这里，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些能量，它要经过这里才会到这里，所以它这个是有关联的。所以这边给我的意思是，你们能够从后面再走到更多更远的挑战，主要还是而且比别人更持续、更能预见更复杂的事情，更有坚韧的意志，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不能说它是非常理智的，因为不是说没情绪就是理智，平稳的情绪就是理智。我这个不是一等号，所以我只能诠释说，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判断事情都是不会被情绪所影响的，不太会。但是如果你们是自己在处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情绪是没有作用的，还是会维持在你们自己的情绪上。我要说的是。当你们两个非常近，或是在一起处理一些事面对的时候，情绪的东西都会被抵消到，而是用一种最精准、最准确的直觉或是理智去处理事情。所以你们两个在非常靠近，一起去旅行，一起是什么的时候，你们处理事情的效率跟效果都是最好的，应该是你们的生活里面都是最好的。所以在对于未来的开创性的挑战。想要去更远的地方旅行，想要去更难的地方旅行，想要去面对未来更复杂的事情，只要你们两个很靠近，在一起讨论，绝对都能够找到那个最好的方法跟方针，还有那个方向感。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记得你们要看顾着彼此，在未来，要尽量拼命的看顾着彼此。好。那大致上这一组，我觉得，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都花了蛮多时间的。都花了蛮多时间的，都在一些你们看不到的时间里，我觉得啦，都把彼此错过了。但我一直都觉得能量是一种恒等交换，你失去就表示有获得。你失去有获得，所以那只是一个顺序问题。所以也不是说这一次的最靠近有多稀罕这就是我真正的不是很稀罕而是
本来就应该要拿到了。好，那这个人刚刚前面应该诉说了蛮多线索啦。你有可能会猜到是谁，但是猜不到也没有关系，他好像已经在准备在某一个时刻要出现在你面前。不过有一个新讯息，这边我要偷偷说，就是你可能会在下一次遇到他的时候，会忘记他就是网络上或是其他地方你以为的那个人，你看到那个人，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立体的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他所出现的神情、气质、说话、能量，跟你印象中或是别人形容里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是超级有吸引力的。他会立刻就夺去你的眼球，然后你心里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但你无法立刻形容成是恋爱中的喜欢。只是在这么多人面前，你很难错过他的一举一动。你能表现得很自然跟他相处，可是你却无法表现出你对他的特别关注。然后他会有一个很强的后坐力是，当你们第一次分开，也就是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后面的第一次分开，会有一个很强的能量，让你们一直想着对方，跟一直想要去知道对方的任何新讯息。当你有这个连续之后，那这组牌讲的就是那个人了。这个你就可以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使给的讯息。我们现在都给2个讯息，因为2个讯息看看是不是给现在看牌的你当下的事情的一个讯息，或是关于这个牌面的。这个我们翻了才知道。2张，来46。好，等一下来看。9。我看一下。46怎么觉得最近有翻开过了哈？总觉得46出来对没有，它是47。这个是艾丽尔哈。看一下，这边给的讯息说，好像太久没有好好使用直觉这件事情了。这边有在说，你最近给看牌的这个人，你最近内在的心理的直觉的这个眼睛有开的比以前大，好像你能够辨识更多事情，但是要比较依赖直觉，而不是用观察。这边做了一个小提示。这个你可能要想一下。最近内在的那一个直觉比较强啦。你记得他这边说的是那个心灵之眼有比较打开一点。再来这里，哈奇尔这边说，哈奇尔很常出现。哈奇尔讲的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爱解决啦，可是他有一个罩门是，你明知道有些事情可以用爱解决，可是当下你会很吝啬用爱解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已经找到方法，而那个方法是比较偏向于报复，偏向于居高临下，偏向于手段，偏向于你思考已久的计划，而不是只是爱。但是这里要提醒你，你最近可能如果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以爱为出发。那爱为出发的解决方式有什么？有原谅，有体谅，有让步，有给予，有包容，都是一些你可能不想做的事情。可是这边有在提醒，最近有一些事情要解决，尽量以爱的方式角度去做。我想他这边会做提醒，就表示我偷偷说，应该有东西要给你，但这个是条件。好，差不多就这样。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也蛮长的蛮多的。希望可以给你一些方向跟指引。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